我为了他们的事跑断腿，他们竟然恩将仇报。当初是我爸可怜你们，才把空房子让给你们住。现在建电梯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什么你的房子？妈，有人说咱抢他房。陆晨，你个王八蛋，凭什么胡说八道？陆晨，这房子我们住了20年，那就该是我们的。你的1楼早晚归我。你有合同吗？你有字据证明房是你们的吗？当时是仗着同乡情谊，跪到我爸面前求收留他们几天，说住几天就走。陆大哥，求求你了，陆大哥，我给你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你给我俩孩子一口饭就行，不然我们娘仨真要冻死在外面了呀！哎呀，别，都是同乡的。这样，楼上也是我家，你们先住在那儿，等你们找到新家再走。谢谢，快说谢谢叔叔，长大不能忘了他家，知道吗？谢谢叔叔。谢谢。陆晨，你就是不想让我们老年人坐电梯在这胡编乱造。电梯挡你1楼点光怎么了？要是这几步路把我妈或者这些老人摔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啊？就是啊，赔得起吗？赔得起吗？我不为集体考虑。我冒雨帮你们送材料、熬夜整理文件的时候，你们人呢？没有审批文件，你们这就是违建，让城管当场查封。你们这电梯不拆也得拆。哼，电梯物业认可就得了，这电梯在这1天，你那1楼就是阴宅。陆晨，反正你这房都这阴宅了，我吃个亏，10万块钱，你这房我要了，但是每户13万的电梯钱可不能少啊！嗯。我说怎么非要把电梯建在这儿？原来是看上我的房子，想彻底把我赶走。我容他们20年，竟然真让他们以为自己才是这儿的房主。我告诉你们，电梯要是拆不了，我就收回房子产权，让你们全家滚出去。要是没有我帮你们做的审批文件，就你们这没申报的违规电梯，只要我想告，能让你们全家把这20年欠的房租一次补齐。桂芬姐，这陆晨可是律师，他要真去告，咱咋办啊？哼！律师又怎么样？你陆晨就算是律师，也是个废物。我就不信，没你这破文件，我这电梯还用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马上跟恒信主管千金订婚，有恒信当靠山，谁还怕你这个废物？恒信 A 市第1的恒信集团。事前本来就恒信员工，要是成了主管女婿，以后妥妥是经理呀！反正电梯建哪儿咱都能用。桂芬姐家攀上恒信，咱可得赶紧抱紧大腿。就恒信，有个恒信就敢搞我，恒信跟我可是……闭嘴吧你！陆晨，你们这代年轻人，挡个光的苦都吃不了，以后还怎么给社会做贡献？不就是挡点光吗？闹成这样丢不丢人？年轻人格局要大。小气鬼，格局大点嘛，活该发不了财。好，等你见你恒信亲家那天，就让你们这伙白眼狼身败名裂。执法队吗？这是不动产相邻权民事纠纷，我们无强制整改之权。李姐，辛苦了。无权整改。大律师，你不会连执法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吧？陆晨，我感觉我们说你废物都抬举你了。你这律师就是个残废啊，让人家白白跑腿，你拿根绳子吊死自己算了。无关人员请后退。陆律师，退回申请的话需要3天，不过按您这个身份以及贡献，这边可以给你加急。不用。好。大律师，你不是很牛逼吗？抓我啊！再不10万把房卖给我，等我儿订婚成功，
不止你的房要归我，你的人也要从小区滚出去。3天后你们见家长，那我就让你们在最重要的日子里原形毕露。我宣布，咱们5号楼的电梯正式安装成功。哎呀，还是桂芬姐厉害，一出手让那个陆晨啊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他读书有啥用？等我儿子明天订了婚，还不是被我拿捏的死死的？1楼的房迟早是我的。笑吧，一群白眼狼！上天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文老二，帮我办件事儿。陆律师，凭咱俩这关系，哪有帮不帮的？当时要不是你，哪还能有恒信呀？面谈。桂芬姐，这陆晨一家这电梯建好了也没动静，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屁报复咱吧？我小女儿是搞新闻的，儿子是恒信白领，恒信 A 市第一，他家一群废物，怎么比？还有，我儿子给亲家送礼的钱，全都从陆晨那里抠出来。哼，住20年了，咋可能还是他的？这房子的1楼本来就该孝敬我们。王海，站住！刚才的话你最好谁也别说，别以为不是一栋楼我就拿你没办法。坑了陆律师13万还不够，还来，这是要把他逼死啊！陆律师帮我侄子要过工钱，我必须帮他。哎，陆晨，陆晨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那个张妖婆跟他儿子要算计你呀！这母子果然没有下限。妈，妈！老板卷钱跑了，8年工资要不回，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！这是胜诉判决书，还有你的3万块工资。陆律师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！以后你有任何事儿，我们全家上刀山下火海都帮你。陆律师，等我面试进了恒信，往后我肯定报答您。这群恩将仇报的东西，没事儿，我们从今往后不怕他们。陆晨，电梯建成了，但是电梯井外立面还得补钱。经我们投票决定，你们1楼把这钱出了。建个电梯还要我1楼补钱，你们楼上呢？我这都有账，也就补15万。15万，让住1楼的出全款。我帮你们办齐电梯所有手续，还帮你们追回救命工资。你们全忘了？你这没良心的，老提着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干什么？当初求你办手续，那是抬举你，现在揪着钱不放，真当我们好欺负？就是啊，你就出这一次钱，后续的维修费用不都是我们楼上出吗？那不是你们用电梯应该的吗？这次建电梯每家出13万，7层91万，就建了个这种层次的电梯，你们敢说这里面没有猫腻？你少血口喷人啊！我这发票一个字不差。那政府15万电梯补贴呢？你们私吞了，信不信我按照这个事情查下去？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这陆晨怎么这么了解？他不就是个废物律师吗？哎呦，我的腰！哎呀，欺负老人了！区一个废物律师，我现在就去你单位闹！你们非得看到证据才死心吗？自己看吧。妈，要是让他把这事捅出去，咱就完球了呀！什么？你这废物有点能耐，全使在我们身上了。这钱你留着买棺材吧。哎，这1楼硬气起来了啊！这可是咱小区第一个
敢硬刚张妖婆的。陆晨，这妖婆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是我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会儿就在业主群里通知，我要装修。陆晨，你给我出来！陆晨，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……哎呦！妈，干什么？陆晨，你眼瞎了！我在群里说了多少遍，5号楼没有允许，不许发出噪音。你存心跟我作对是吗？这是我的房，我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。自由？我告诉你，你装修我不允许。我儿子要是因为你睡不好，到时候见亲家丢了面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有什么面子？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声大妈，不给你面子，你就是个老登。你个王八蛋！哎妈，别冲动，这里有监控。等明天我跟对象订婚，让岳父给我升成经理，用恒信的资源分分钟搞死他。陆晨，咱俩没完！跟我没完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喂，温老二，那件事安排好了吗？当然，我怎么说也是恒信的总裁，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好，我再找你打听点事儿。你公司里有个叫陈世贤的，你有印象吗？一会儿见的可是恒信主管，都精神点儿。这小区就咱装了电梯，就是有排场，可惜1楼还不是咱的。怕什么？你成了恒信主管的女婿，想要个1楼，不是随随便便？就是，那1楼没一点眼力劲儿，知道世贤要高升，也不想着多巴结巴结。要我是1楼啊，别说卖，我都把1楼送给桂芳姐。建个电梯挡我家光不说，电还敢接我家的。陆晨，你们这代年轻人挡个光的苦都吃不了，以后还怎么给社会做贡献？不就是挡点光吗？闹成这样丢不丢人？年轻人格局要大。小气鬼，格局大点嘛。律师又怎么样？你陆晨就算是律师，也是个废物。我就不信，没你这破文件，我这电梯还用不了了。白住我家20年，想撵我走，抢走我的房，做梦！抢我的房，就准备好付出代价。喂，宝贝儿，马上就到了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，为了迎接叔叔阿姨啊，我特地给我楼装了个电梯，我出的钱，我哪舍得让我好邻居们出钱呢？好，好，好，爱你宝。马上就来啊！到时候大家一定要给足排面。我家刚好有鞭炮，要不要放一下？可以，可以，热闹嘛！我去拿。我在恒信布局那么久，就看今天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鞭炮呢？电梯被城管封起来了。什么？违建！这是哪个小兔崽子举报的？肯定是陆晨那个畜生把条撕了，我就不信他能怎么着。我劝你把条贴回去。你的电梯因为缺少审批文件，正式被城管责令停工。你擅自私封动用，可是要进去的。你跟你的亲家恐怕要在牢里见面了。你啊，宝贝儿，我这有事儿，你们到了，你们等一下哈，我马上就到。陆晨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们楼上老人腿脚不便，装电梯碍你什么了？快来看
陆晨，我说你年轻人就是太自私。电梯都建好了，何必这么较真呢？电梯无审批，占我窗前生活空间，属于违建，城管责令停工。我没欠你们。妈怎么办？一会儿他们该等着急了。你先去接人家，今天我非让这个陆晨看着咱们上电梯。陆晨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因为你订不成婚，我全家跟你没完。让我女儿把物业喊来。陆晨，你怎么一次比一次过分？你不为楼上的老年人考虑已经够过分了，现在你自私到给电梯贴封条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哼，果然是一丘之貉，简直就是个畜生！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报执法队。当初他要是早点帮我，我儿子能那么晚才戒赌吗？这种冷血的人渣早该抓起来。当初张长福他亲儿子为了赌钱打他，要不是陆晨阻止，他早瘫了。喂，执法队吗？我要报警。你们谁报的执法队？治安官同志，是我。这个人私自在我家的电梯上贴封条，快把他抓走！治安官同志，我有法院的传票，这个电梯确实缺少审批文件，不能保证电梯是否安全。你们电梯没有审核，怎么能怪他们呢？物业呢？是我。电梯审批文件是伪造的，却有物业盖章，你们怎么过的关？治安官同志，我们这毕竟都是老人，这审批补起来那么慢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先用电梯？这样，让装修公司叫工人来检查，给一个无安全隐患的文书，在这期间你们可以用电梯。这个好，你放心，电梯绝对没问题。那边已经派人了，工人马上就到。哎呀，谢谢治安官同志，谢谢，太好了，谢，就算来了，就是。这电梯你动不了。回来。怎么了？不是派人吗？去个头！这可是陆律师拜托咱的事情，必须做好。陆律师，咱法务没这号人啊。你来之前，咱董事被黑心公司扣了1年的工钱，那公司有背景，没一个律师所敢接，是陆律师救了我们。陆律师，传说中的控方噩梦，咱公司还跟他有关系啊？所以今天的事儿必须给我搞得漂亮。还有，让那个给建良小区开假发票的财务滚蛋，是啥关系户都不好使，立马滚！师傅，这电梯没问题吧？我是修门的啊，我走了，我再叫人。哎，我是修厕所的。我是大学生，说有学分我才来的，我走了。喂，你不想接这活儿，你直说，浪费我时间干什么？不是又给你派过去工人了吗？前3次你还叫的是人，你这次叫来条狗是什么意思？喂！肯定是陆晨的阴谋，把咱哥叫来，我就不信咱哥还奈何不了他。怎么了？火急火燎把我叫来。这人是张桂芬跟物业领导的表哥，仗着社区主任的身份，才让张家胡作非为。物业乱收水电，无人敢管，全是他在背后撑腰。电梯的事儿，你们放心，想建哪儿建哪儿，我保证没人敢拦。陆晨，电梯这事就这么算了，你把文件备好，以后还是邻居，别闹得这么僵嘛。自家人吃了亏就想和稀泥，晚了。主任，你说说，我错哪儿了？
我不顾同楼住户的权益，私自改建，先斩后奏，强占硬来，出了事儿全算在别人头上，是不是没素质、没良心的畜生？陆晨，你能有这样的觉悟，叔很欣慰。你都知道这干的不是人事儿，就赶紧赔钱道歉吧。张主任，我刚才说的就是张大娘一家。啊？那张主任能让他家给我赔钱道歉吗？桂芳，你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陆晨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次建电梯让房价降的钱，我们给你。这张妖婆竟然低头了。陆晨，等什么呢？赶紧答应啊！陆晨，电梯我们是按政策来的，不知道你这么抵触，我们就这么一套房，你放过我们吧。陆晨，怪我们农村人不懂法呀！你说法律不允许农村人建电梯，我们错了。你不让我们坐电梯，是国法不让啊！陆晨，只要你敢接话，我稍微剪辑一下，再靠记者关系发酵，保证让你身败名裂，彻底翻不了身。又是录音，这种情况没画面，反而更容易误导舆论。如果他们再调查到我那一层身份，我自证更难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咋听不懂啊？他压根儿不知情，正好，你们设的圈套该你们自己吞下去。张主任，你细品，他嘴上说着政策，说着找人帮忙，句句提我，实则句句都在点你这个社区主任。有些人仗着记者身份，为了流量连清一色都算计，揣着录音笔套话，想发网上搞事情吧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？你手里藏什么？姨父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好啊，你们一边受着人家帮忙，一边还想挖坑害人，现在连我都要算计。姨父，我哪想害你啊？我说让你采访我，你死活不答应，原来一直憋着坏，等着陷害我呢是吗？姨父，采访不是想采就采的，有流程的，我没法擅自决定啊。那我还不是你们想叫就能叫的。张桂芳，我欠你吗？你们家有点破事就叫我，信不信以后我不管你家？叫你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之前让你帮我哥处理事儿，我们送了那么多东西，最后还不是靠我自己搞定。你说什么？收你那点钱是给你台阶下，我那是有阶段的办，分批的办，有层次的办。我收钱是承认这件事儿我能办，我能办不等于我要办。得了吧，也就这套歪理能骗骗自己。要钱的时候不见你分批要。行了，大能哥，我亲家马上要来了，我这亲家公啊可是恒信的主管。恒信主管马上就订婚，人家可稀罕我儿子了。等搭上这层关系，我儿子以后在恒信起码也是个经理。真的假的？没骗我，真的，礼都送过去了。这样啊，我领导喝酒了，让我去当代驾，我先走了。陆晨，等我嫂子到我家，我哥跟恒信搭上关系，第一个收拾你。人到了。真没法了，再找人啊，总不能一直等吧？世贤还没好啊，我爸妈都等半天了。叔叔阿姨，那个电梯临时有情况，今天麻烦你们辛苦一下。你不是说有电梯吗？我算了，清河，这生活哪能不遇见点意外呢？走走也行。就是啊，咱也得体谅下人家的难处。谢谢叔叔阿姨。那行吧。谢谢叔叔阿姨，到屋里我给你们沏茶，上好的铁观音。好。陆晨，你等着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。违规建，江大哥你好，我是世贤妈，老早就听我儿子说你了，不愧是高管呀。哪里。陆晨，只要江主管进了我家，
你就彻底完蛋了。对，前提是他能进得去。这他妈谁干的？这他妈谁干的？我儿子说什么呢？好像是聊阿姨在干什么，已经谈婚论嫁了。那咱家彻底攀上恒信了，好日子要来了。咱的好日子来了，但是陆大律师的苦日子也要来喽。陆晨，谁不知道恒信在 A 市是什么地位？我儿子现在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滚出去。你呀，乖乖把1楼让出来。恒信集团的管理层都十分注重个人素质，因为恒信最早踩的坑就是过于注重员工能力，忽视素质，导致员工拿着公司把柄离开。恒信也因此差点被几大公司搞破产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妈，这有什么稀奇？网上查查就知道。据说还有个控方噩梦的最强律师，一人打败40律师团，救了恒信，还拿了巨额赔偿金。不过这肯定是恒信编的噱头。原来是个只会看小人书、做白日梦的废物。我女儿都说了，那是虚构的，也就你这种废物会信。那是你们没有分辨真假的能力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这个满地乱窜的废物律师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控方噩梦啊？我他妈弄死你！陆晨，你他妈封我家，砸我家门，我这就宰了你！陆晨，你个狗娘养的，知道斗不过我儿子，就耍这种阴招。我这就把你发网上，让全网网民骂死你，让你身败名裂。这事儿我可以解释。谁他妈听你解释？我他妈打死你！住手！叔叔，他砸我家门，封我家，我要讨说法。这房产权是陆晨的，他砸自己的房合情合理，你凭什么住这里？你们没文件没字据，咱们更没经济往来。以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你们这叫非法侵占、霸占房屋，我就是要让你们滚出去！世贤，你住老小区就算了，租也行，你直接霸占人家的家。不是，是我都是陆晨，他看不惯我们老年人坐电梯，还霸占我准备给你们的1楼。亲家，你赶紧用恒信的人脉整死他！阿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让我爸用好不容易积攒的人脉去欺负一个普通人？亲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世贤，过日子房子重要，但人品素质更重要。你妈的这话让我很怀疑你的家教。不，阿姨，我是被害者。这段时间，陆晨一直欺负我们家，是我刁难，还是你们针对？咱们用证据说话。这里是我搜集的陈世贤及其家属在小区的违法行为，还有电梯违规建造的前因后果。清河，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女婿？我从小到大没丢过这么大的脸。陈世贤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嫂子，我哥名声好得很，他就是个无赖泰迪。我不光骂你狗儿子，我还骂你呢，老不死的老泰迪，早点去投胎吧你！他怎么来了？他就是之前被陈世贤造谣的那个小区住户，因为受不了网暴，带家人在外租房。这位先生，您跟他家有什么矛盾吗？我非弄死他！这儿子泰迪占我车位，我让他走，结果他让他妈下楼，这老泰迪就说我猥亵他，硬生让我进局子了。污蔑！这又是陆晨找的托。那法院也是我能找的吗？现在阿威是我的当事人，我正式起诉陈世贤诽谤跟诬告。治安官不都把你放出来了吗？我是放出来了，结果我一出来，全都说我是猥亵犯，我那视频被删减，我成凶手了。还有一个记者一直给我设陷阱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，小泰迪。你认错人了，就是你，不是你的垃圾采访，我哪能被人说成老登收割者？我现在有律师，我要告到你倾家荡产，等着吧你。哥，你说几句啊？哎，有了！二妞，你造谣人干嘛带着你哥？二妞，你造谣人干嘛带着你哥？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先承认这事儿是你摆脱你哥干的，等你哥结完婚，啥事儿不好说。可明明是我哥找的我，还说谎！这事儿是我没教育好。我二女儿想整个大新闻，死磨硬泡拉着我儿子，都是她的主意。妈，我没……哎呀，为了咱家的未来，你受点委屈怎么了？赶紧承认啊！记者主动造谣致当事人重大经济与名誉损失，需承担民事、行政、刑事3重法律后果，同时面临行业终生禁入。陈小姐，想好了？所以，陈新月，这件事是你拜托给我司员工的吗？我就是你干的！你赶紧说啊！宝贝儿，都是我妈跟我妹妹的主意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陈世贤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个大男人干坏事，让你妈给你妹背锅。那你们想要什么？你现在立马跟清河分手。念在你是我员工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把你这些破事传出去。那岳父，你叫我什么？主管，那我还能在恒信待下去吗？你这种人留在恒信也只会是个祸害。你被开除了。不行，恒信是我好不容易进去的，你凭什么把我赶走？哼，就你这种喜欢恩将仇报的人渣，赶紧滚远点！就因为一个电梯和些破事儿就赶我走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这样开除，必须给我补偿。念及你这么多年对公司的贡献，我答应。清河，还有给你家的那些东西，那都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们不能辜负我。我现在就可以还给你。江清河，往日种种你不记得了？陈世贤，恋人一场，你为我花的钱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恒信容不下你，咱俩也再无关系。你说个数，我赔给你。好，你要赔就赔150万。150万？你送的那些东西，最贵的金子也就8万。你这一身衣服跟手机手表都是我女儿给你买的，你出去吃饭也没带她吃过什么好东西，凭什么这么多？我还给你送了，我也可以往回要。你个脑残，送的时候也没附条件，法律上对这种赠与不可促销。而我每次给你送礼物都说过，这都是为了让你相信嫁给我后有好日子。你没拒绝，我哥送你是以结婚为目的，可以往回要，你是自愿的，我家1分钱也不用掏。陈世贤，那时候我都把你说的当成真心话，原来你早就想着算计我。打人了！恒信主管女儿打人了！我都录好了，你们仗势欺人！你们说这么多，有本事好好算算账，看到底够不够150万？对，算账！我倒要看看，你给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哥给你家买的礼物花了30万。什么就30万？我们有发票。考虑到价格变动产生的贬值，你们要额外给10万的补偿。还有，为了你家，我们建了个电梯，花了91万，又因为电梯导致被1楼讹了15万。还有我儿子送你女儿去这去那儿的服务费。那我女儿的青春呢？你那女儿都多大了？往后只会越来越不值钱，越来越贱。哎呦，我的头啊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要被人打死了！又打人！你们恒信真是无法无天了！看我们穷就欺负我们，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欠我家钱又要打人，我要找律师告到你们倾家荡产。江崇林，老邓，我告诉你，我送的东西都是放你办公室的，我都录像了。什么？今天这事儿，你要么赔钱，要么让你女儿嫁给我。不然我就让我妹妹把这录像传出去，看你这主管还能不能当下去。江崇礼，我数10个数，要么宣布我升任经理，要么答应把江清河嫁给我，否则我就把视频发出去，毁了你的一切。是。陈世贤，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在公司、在治安局说，别拿咱们彼此的名誉跟尊严开玩笑。你说我拿你尊严名誉开玩笑，你的名誉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在意我有没有升经理。你没达到我的预期，我就毁了你的一切。陈世贤，我爸白手起家，好不容易成了经理，你放过他吧。你什么东西？以后进我家给我端茶洗脚，听我安排。还有5个数，
陈世贤，咱们怎么说在一起了5年？咱天天一起，怎么了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3、2、1，你宣布不宣布？陈世贤，我看错你了。好，看我怎么让你妻离子散，让你永远离开恒信。谁敢开除我的主管？总裁，总裁，这是保镖吗？不，这是 A 市的最强的天书律师团，他们着手的案子从无败绩。天书的4大天王，他们的官司不是打的，是直接宣判的。陈世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温总裁，他怎么来了？陈世贤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福利，涉及金额共计12万3千元，有财务记录为证，伪造项目跟进报表，骗取公司绩效奖金，相关人员可作证；私下挪用部门备用金，逾期未归还，违反公司财务管理制度，多次向同事索要财物，情节恶劣，有同事书面证词及转账记录。我是守真工作室记者，你们这样无凭无据指责，我要曝光恒信恶意针对员工。这位女士，你的意思是守真传媒要跟天租跟恒信碰碰吗？你们当我放屁？妈，认怂吧。总裁，我们错了，我儿愿意主动辞职，1分钱赔偿都不要，你们别追究了。对，我辞职，别告我。清河，你的钱我也不要了。谁惦记你的钱？回去我找律师，该赔你多少我赔多少，我不想跟你再有丝毫关联。温总，我建议要当场签离职合同，明确无任何后续纠纷。因你造成名誉损失，我们将从你的离职补偿中扣30万。扣30万？那我还剩多少？250。我工作那么久，补偿了个250。签还是不签？签，我们签。签好了，你们看清楚。总裁确认无误，恒信与陈世贤自此解除劳尽关系，无任何纠纷，且恒信旗下子公司对陈世贤永久拉入黑名单。又见面了。陆晨能跟恒信总裁握手？肯定是陆晨举报的，不然他那种垃圾律师怎么能碰温总？废物，就只会靠打小报告认识大人物，往后温总肯定理都懒得理你。我还有会，晚上云上酒店总统房。走。陆晨，你霸占我的房，你给我等着！张大娘，你们要想，我这房可以卖给你们便宜，反正现在这个地段房租不出去，让他们搬走，还指不定整多少幺蛾子，不如卖给他们。毕竟他们不住在这儿，我的报复计划还怎么继续？行，看你可怜，你说18万，一口价，不要就换人。18万，18万的电梯房，还挺实惠的哈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他一个废物能有什么本事？18万，给你这个脸！温总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没别的，想请你吃顿便饭，谢谢你，说的会挺好的。还有陆律师，你别叫我温总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就还叫我温老二吧。好的，老二。老二，恒信最老的创始人都不敢叫总裁这个称谓，他到底是谁？没有陆律师，就没有恒信的今天。没想到隔了那么多年，又要感谢陆律师。若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陈世贤竟然无耻到这地步。举手之劳，老二你太客气了。再说，我也只是看不惯他的行径，伸张一下正义而已。当年我创业初期被各种大公司刁难，是您无偿帮恒信解决法律事务，这份情我一直记着，还教出了天苏这4个好徒弟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什么？那个传说中的控方噩梦的陆律师竟然是真的？连 A 市的最强律师团都是陆先生的学生，江某有眼不识泰山。
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值一提。而且严格来说，我现在不完全算律师了。陆先生不干了，升级了，以前是看规则，现在开始上桌写些规则。厉害，江某敬恩人一杯。往后你在 A 市有任何事儿，尽管找我，恒信必尽力相助。多谢温总好意，我记下了。不过往后我还真有事要麻烦你。我想在我的1楼建一个殡葬店，不是为了做生意，是为了让楼上这群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搬走。为了报复，把自己家建成殡葬店，这陈师兄是彻底惹到硬骨头了。好，陆律师需要我们是恒信的荣幸，恒信全体董事股东义不容辞。需要我们准备什么文件，直接说。很简单，我要你们陆晨，你赶紧看看，你这一大早都有人往你家放花圈，我看着不吉利，给拿出来了。辛苦你们了，感谢你们的心意。不过这花圈确实是我家要的。陆晨，你到底要在你房里建什么东西？我要在那套房子里开一个殡葬专卖店，卖花圈、纸人、纸币。这也太狠了吧！这太晦气了吧！这栋楼还怎么住啊？陆晨是被张桂平一家逼急了，不然不会想这办法。什么味道这么难闻？谁把花圈摆这儿的？太晦气了！是谁干的？给我站出来！是我让摆的。陆晨，又是你！你摆花圈咒我们死是不是？我摆花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有这需求，我可以送你几个。你摆电梯口影响我们上下楼，还说没关系？妈，怎么了？谁摆的？找死啊！谁这么缺德，把花圈摆这儿？就是他，陆晨这个混蛋，故意咒我们。陆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陆晨，你个晦气东西！我今天不把你皮扒了，我跟你姓！别自作多情了，这花圈不是摆这儿给你们看的，是要摆在我家窗户的位置。你摆你家窗户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屋里是不是设了什么阵，故意咒我们楼上的人是不是？谈不上咒谁，就是种风水。你改电梯是风水，我放花圈难道就不是了？陆晨，你行为太恶劣了，摆花圈制造恐慌，就不怕被投诉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想让整栋楼住不下去，你还想招租客，我要把这事儿闹大，让你永远招不到租客。是啊，陆晨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赶紧把花圈挪走。就是，这不是膈应人吗？安静一下，我摆花圈是因为要在1楼建一座殡葬用品专卖店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你把死人东西放1楼？陆晨，你还让不让咱这栋楼的人活了？你经过谁同意了？经过谁批准了？这栋楼还有这么多住户，你这不是膈应人吗？陆晨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要是真建起来，我们还怎么住啊？就是啊，就算建电梯真影响了你们家，也不能干这事儿啊！我没开玩笑，你们建电梯让我家采光率不足10%，房子变成阴宅，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都是你们逼的。那跟我们没关系啊，都是张大妈干的。没关系，当时建电梯时你们全部签字支持，现在我建合规的殡葬店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当初助纣为虐。合规？你考虑过风水吗？1楼整个殡葬店，整个小区的运势都会被影响。我这是帮你们攒阴德，我不在乎，也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陆晨啊，大家都是邻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何必把事情做这么绝？邻里情分。你们强装电梯挡我采光占我车位时，怎么没想过邻里情分？就是，你们恶人先告状，还有脸谈邻里情分？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就是不行。陆晨，你以为在小区建殡葬店能说建就建，没有相关手续和批文就是违法建设，等着罚款拘留吧。
这种特殊用途的建筑，个人审批特别严格，他肯定没有手续。没想到陈新月还懂这些，看来不是只会耍嘴皮子。我做记者这些年，什么规定没了解过？殡葬店需要民政部门审批，规划部门备案，哪怕你是律师，恐怕也办不下来吧？谁说我没有手续？而且我可不是以个人名义办的。你少装模作样了，这种批示难如登天，你一个普通住户怎么可能拿到？你要拿到，我给你跪下磕3个头！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他这文件是真的假的？批文格式是对的，还是恒信企业办的。但是他一个电梯间哪儿都管不住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弄来审批文件？用恒信就是企业主办，一些消防与环保的审批，恒信都有专门人员。这恒信的章肯定是伪造的，他根本不可能拿到正规批文。是不是伪造的，自然有相关部门核实，轮不到你在这里信口雌黄。恒信集团名义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趁我们跟恒信闹掰，以为他们不会出面核实，才伪造了文件，对吧？好啊，陆晨，你胆子真大，竟敢伪造恒信集团的文件！我现在就报执法官告你。那如果这文件不是假的呢？要不先把姨父叫来，他是主任，肯定能看出问题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吵吵嚷嚷的。姨父，哦不，主任，陆晨伪造批文，想用恒信的名义建殡葬店，你快管管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殡葬店手续齐全，无需特意告知你。主任，他就是没手续，这批文是假的，你快让他停工，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这批文看起来像是真的，但涉及恒信集团与官方报备，我也不敢轻易下结论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 P 的。这种涉及企业名义的项目批述，审批流程极其复杂，需要恒信众多高管签字同意，他根本办不到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点怀疑了。陆晨，你有批文原件吗？没问题，我马上让温总裁找人把原件送过来。竟然有温总电话，这个陆晨跟恒信集团总裁还很熟。陆晨，温总可是日理万机的大人物，你一个废物律师，他赏你一次脸都是你这辈子的荣幸，还以为能找到他。原件马上就到，等快递员送来，你一看便知。装的还挺像回事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圆这个谎。就是，等会儿拿不出原件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陆晨先生，你的快递。主任，你仔细看看，件是从恒信集团总裁办公室寄出来的，有温总的亲笔签名。怎么样，主任，是不是假的？我就说他根本拿不出原件。这原件看起来也没问题，但恒信高管签字这么齐全，这还用问？肯定是假的。他怎么会有恒信所有元老的签字？这么看，这批文确实疑点重重。陆晨，你要是伪造文件，最好主动自首，争取从轻处理。听到没？主任都这么说了，你赶紧自首吧，别等执法官来了难看。就是，现在自首还来得及，不然等被抓进去，有你好受的。喂，领导，什么？在建良小区建殡葬店，临时安置骨灰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派工作人员全程协调施工事宜，保证施工顺利进行。谁要是敢阻拦，就是跟社区作对。陆晨先生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，连恒信都愿意配合你。主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官方原本选定的地址有安全隐患，只能临时更改。现在骨灰安置成了难题，陆先生这是帮了大忙，不仅能解决问题，还能提升咱们社区的威信。大家都要以大局为重，支持陆先生的公益项目，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这好事啊，我们支持。
感情不是建在你们家楼下，这建了我怎么住人啊？那陆晨家被电梯挡，你们也要他考虑大局。陆晨怎么住，你们怎么住呗？自己吃亏就知道换位思考了。不准施工！陆晨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被恒信开除，丢了工作，你必须给我赔偿。你被开除是因为你自己职场违规、品行不端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再敢要求赔偿，我就起诉你敲诈勒索。你还敢狡辩？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！哥，别跟他硬碰硬，我们有后手。不就是律师吗？咱俩说的那些条文，不都是从他那儿学的？对，王律师。喂，王律师，你赶紧过来一趟，你来活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惹我的人？王哥，你可来了，就是他，陆晨。他建殡葬店影响我们生活，还害我哥丢了工作。他也是律师，不过是个一场官司没打过的垃圾律师，而且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就你，也敢跟我的人作对？王坤，你居然还在律师行业混？你认识我？臭名昭著的王律师，号称律师中的道德洼地，这圈子里会不认识？王律师是那个为碰瓷辩护，说不是你碰的为什么要扶，把强奸案的受害者说成勾引凶手，把讨薪工人告上法庭，让工人把救命钱都赔给公司的风云律师。放心，只要我出手，保证让陆晨倾家荡产，马上滚出 A 市。王坤，你身为律师，不好好遵守法律职业道德，反而专门帮人投机取巧，就不怕被吊销律师执照吗？职业道德能值几个钱？只要有钱，谁都可以赢官司。我告诉你，我认识 A 市首席法官助理，只要我想，不用上庭，几句话就能让你彻底丢了工作。你一个律师随意见法官，简直是蔑视法律。什么藐视法律？刚好碰见不行吗？再说，在绝对的关系和金钱面前，规矩根本不值一提。王律师说的对，陆晨，你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赶紧把东西扔了，给我们道歉赔偿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就是，识相的赶紧听话，不然王律师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个王律师很会打官司吗？谁打官司靠能力啊？靠的都是关系。我先去找首席法官助理谈谈，保证让陆晨吃不了兜着走。李助理，好久不见，我想跟你说说 A 市一些律师的不良风气，顺便请你喝杯茶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要跟法官去建良小区找陆律师。现在他已经不算律师了。陆律师，是那个号称控方圆梦、路口夺命的陆律师。没错，陆律师到 A 市了，跟谢法官要在建良小区见面，有关于法条的事情要跟他谈论。建良小区，太好了，我就在这儿。太好了，哥，王律师认识陆律师，这下陆晨肯定完蛋了。陆律师打官司从来没输过，只要他出手，陆晨必败无疑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收拾陆晨了。等法官跟陆律师到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怎么嚣张。你们别害我了，陆律师是顶级律师，我连见他都不配，哪能跟他联手啊？陆晨，大法官都要来了，就你这个废物，赶紧听话，拆了殡葬店道歉赔偿。我没做错任何事，合法合规建殡葬店，并帮助官方安置骨灰盒，为什么要低头？就算首席大法官真来了，我也不会妥协。嘴硬没用，法庭上看的是关系和利益，只要礼物送到位，法规根本不算什么。你身为律师，竟敢说出这种藐视法律的话，你根本不配当律师。小陈不是说这人就是个没打过官司的垃圾律师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压迫感？不愧是号称控方噩梦的陆律师，果然有派头。他对面那个人是谁？这没见过。就你个废物律师敢教训我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收拾你不可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公然行凶！你谁呀？黑社会啊，带这么多人！谢法官，您来了，我是守贞的。你演讲的时候我还去过呢。是陆晨先挑衅王律师，王律师只是正当防卫。王律师，你就是王坤？光天化日之下动手伤人，还敢狡辩？法律面前，岂容你混淆是非？谢法官，我用我职业生涯担保，就是这个叫陆晨的出言不逊，侮辱我和法律尊严，我一时没忍住才动手，真的。陆先生会对法律出言不逊？哥，咱俩这关系，你快帮我在法官面前说句公道话呀。你跟他很熟？
只是之前工作上有过几次对接，算不上熟悉。王坤律师虽然在业内有些名气，但他代理的案子多数都被二审驳回，胜诉率极低，而且收到过多次违规执业的投诉记录。什么？你说他案子大多都被驳回？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助理先生说的是真的。王坤很多案件虽然能在一审获得优势，但经常因为证词与证据不足，让他在二审败下阵来。没想到陈记者也有被假信息骗到的一天。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胜诉的案子多了去了，不过是少数几个被驳回而已。王坤，我问你，作为一名律师，什么最重要？法官这是点我呢。当然是懂得变通，能让法官舒心。只要心意用到位，事情自然就好办了。这就是你的职业素养。律师最重要的是坚守职业道德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，而不是投机取巧，用金钱和关系腐蚀司法。你一个没打过几场正经官司的人，也敢在这里教我做事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敢这么跟陆律师说话？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我明白了，哥，你是不是把这个陆晨认成那个陆律师了？他不配。看来不说专业知识，就连这个看脸色的能力，你也是差劲的很啊。什么意思？谢法官，只要您能帮我这次渡过难关，您想要什么我都能办到，保证让您满意。谢法官，王律师说的对，您就网开一面，把这个陆晨给送进监狱，你要多少都好说。对，谢法官，他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，他就是个没打过官司，仗着会点条文就目中无人的废物律师。我不是帮他，而是遵从他写的规矩，而他成为立法者前，更是救恒信于破产的恩人。您说他参与制定过法规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谢法官，您一定是开玩笑吧？法条只能根据立法者更改的，即便是天元律师团都达不到这个高度，只有陆律师那种顶尖级别的人才能做到。陆晨就是你们口中的陆律师。什么？张贵芬，我出差是因为我的客户都不是一般人，他们的地位跟财力不允许他们随便行动，而我打赢的官司你们肯定都听过。我都听过，可那种事情连我都感觉不像真的。控方噩梦，整个恒信的恩人，总裁当时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完了完了，惹了陆晨，就相当于惹了整个恒信。陆晨先生确实是多项民事法规的核心参与制定者，论专业能力和对法律的理解，他比很多立法者都要透彻深刻。所以，你真是陆律师？控方噩梦，娘的，成我噩梦了！不可能，陆律师可是帮助过恒信走出最困难时候的大律师，就是恒信总裁也要给他十足的尊重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所以你感觉我那些签字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贱女人，你害惨我了！陆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计较。不必了，我还有施工要监督，没空跟你纠缠不清。王坤，暂时吊销律师证，然后接受监察部门监察。吊销？可是什么？小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把殡葬店拆掉吧。建在这里，我们路上没法住人啊。陆晨，之前都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不该强装电梯，不该故意针对您，不该处处为难您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现在知道错了。当初你们强占我车位，遮挡我家采光，私闯我民宅，造谣构陷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的下场？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您愿意拆了殡葬店，我们愿意把电梯拆掉，恢复您家的采光和车位，怎么拆都行。对，所有费用我们自己承担，求您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机会不是我不给，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。现在殡葬店的施工已经正式启动，各项手续齐全，不可能拆。什么？哎呦，楼下卖花圈还放骨灰，我怎么活呀？陆律师，咱们换个地方，一些法条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下。都是你们惹的祸！张桂芳，你们必须负责到底！凭什么？当初装电梯你们也都同意了，现在出了事儿就想把责任都推给我们？
老子的房几乎白送。张桂芬，你就是个灾星！老子好不容易住到市里，你建个电梯，我又回村里了。你儿子跟你断绝关系，你小女儿因为诽谤，都是你活该！老畜生，害我们一栋楼跟着遭殃。陆先生，按您之前的要求，殡葬店的拆改手续已经全部办好，搬家工人也已到位。城北官方骨灰堂已经建成，这边的公益殡葬店今天开始拆除。真要拆了？之前还有不少外地网友专门来咨询公益安置的事儿，名气挺大的。当初建它，一是维权，二是分担官方安置压力。现在使命完成了，该放手了。这2年的时间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，邻里之间相处，本该互相尊重、互相包容，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而忽视别人的合法权益。事情过去这么久，恩怨也该了结了。做人还是要与人为善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。可以开始拆改了，注意安全。